2024最新科幻惊悚片弹弓卫星震撼来袭，只见男人从太空休眠舱中悠悠转醒，迷糊的他还没反应过来自己身在何处。所幸于休眠的药因刚开发不久，还有很多副作用，如头痛、恶心和意识混乱等症状。就连身体素质优秀的宇航员苏醒后都得缓上好久。可还没等思绪彻底恢复，队长就跑过来告知雷哥赶紧前往驾驶舱，只因这可能是抵达目的地前能接收到的最后一则通讯。在并不遥远的未来，人类的过度开采已导致地球灯搞清到底怎么回事，就看到飞船突然抖动起来，紧接着灯光也开始变得忽明忽暗，随即下一秒剧烈的震动就将他晃倒在地，刺耳的警报不停在走廊中回荡。所幸这种情况没持续多久便恢复正常，可还没等雷哥庆祝劫后余生，就看到上方一块板子的螺丝脱落了下来。他刚想伸手看看到底什么情况，可下一秒不知过了多久，雷哥终于被同伴叫起。刚才的突发状况已将二人强制唤醒。他们检查后发现上方出现个大坑，很明显有某种东西砸到了飞船上。可查看外部摄像机后却毫无损获，并且诊断后发现系统也没任何损坏。他才是破坏规定准则的那个人，谁知道他还会为任务做出什么过激行为？在其不停怂恿下，雷哥终于答应，但他表示醒来后若仍无事发生，就必须继续按原计划前往土卫6。而二人不知道的是，他俩的对话已被监视许久的队长听得一清二楚。现在几人能做的就只有祈祷。所幸没一会儿，系统就重新启动，飞船有惊无险地冲出了最危险的区域。三人见状全都松了口气，剩下就只需按固定轨迹飞行即可。可接下来诡异情况却接踵而至。先是雷哥在监测电台时接收到一条杂乱的讯息，可用雷达扫描后却怎么也找不到信号来源。接着阿伟发现反应堆功率突然下降到平时的20%，并且也无法查出到底哪出现了故障，而仅凭太阳能板的话根本无法顺利返航。就在此时，队长再次将大家召集起来，他称自己检查后发现是有人将功率数据私自篡改，虽然编程的事一直都是由阿伟负责，但最后一次登录显示的是雷哥账户。队长称在找不出是谁搞鬼，已被打入休眠药的他却无力阻止，只能在惊恐中逐渐陷入昏睡。等再次醒来时，观察窗已恢复原状，仿佛一切从没发生过一样。他可就在此时，电台却突然接到地球的消息，对面称早已要求他们不要冒险立即返航，为何检测到飞船仍在向土卫6行进？这下雷哥终于确定队长肯定有问题，他立马将情况告知地面进行求援，但此时信号却再次丢失，断开连接，随即才表示已得知了地面的指示。可队长却称那只是他的幻想，此处已距地球超过9亿公里，根本不可能接收到任何来自地面的讯息。如果不信，就去阿伟的休眠舱进行确认。雷哥仔细一想，好像的确是这么回事，思虑良久，还是打开了舱门。Okay, take me to Nash. 到不对劲的他连忙调出船员名单，发现上面竟只有自己的名字。这一幕终于让其意识逐渐清醒起来，他这才想起从始至终飞船上都只有他一人，但机体受损和反应堆功率不足这些却是真实的，而称刚才听到的一切都是幻觉，如果走出去瞬间就会被扔进太空。但这次雷哥已不再听他的花言巧语，可此刻倒计时已结束，他只能不安地等待起自己的结局。所幸烟雾散去后出现的是一片地下建筑，雷哥庆幸自己终于选对了一次。